家人们，2025年最红的男星是谁？你的答案可能五花八门，但大数据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名字：肖战。这不是粉丝自嗨，而是从年初红到年尾大屏365天的实打实断层统治。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，为什么在顶流迭代如流水的内娱，肖战能坐稳长红第一人的王座整整7年。数据恐怖如斯，它到底有多断层？先上一组让你瞳孔地震的数字，肖战的跨年舞台，相信已经在你手机扭了1星期了吧？当晚抖音指数破710万，百度指数破4.4万，微信指数冲上1给1亿，3个平台3项数据全部登顶。2025年度百度搜索日均值2.9万，稳坐全年艺人第一，领先第2名超过50%。这已经不能叫赢，这叫断层图宝。更可怕的是它的持续性。从2019年《陈情令》爆火算起，肖战在百度年度艺人榜上5夺年冠，创下7年 TOP 3、5年 TOP 1的内娱长红纪录。网友调侃：流水的榜单，铁打的肖战，他还在山顶，山下已换了几茬人。所以凭什么是他？非科班出身，24岁才出道，却能红足7年。答案藏在每一部作品里。有人说流量明星吃的是青春饭，肖战偏偏用作品硬实力端稳了这碗饭。2025年影视剧方面，他交出了《射雕英雄传》《藏海传》《德贤景致》3部口碑佳作，《藏海传》更是成为年度现象级大爆剧，优酷播放量破30亿，横扫各大年榜冠军，亦收获精品国剧类型片、年度国剧等在内的13个权威奖项。更火的海外，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，观盖章的有效果话术助名片。舞台方面，他贡献了湾区声明月、跨年晚会2大重量级表演，全开麦唱跳红海在线，央视甚至引用他的歌词自在得闲来传递价值观。这早已超越普通表演，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。他仿佛有一种低曝光高爆发的体质，平时不常露面，但一出现必是王炸，破圈已成为他的日常。真正的顶流影响力绝不止于娱乐圈，肖战去哪，热点就跟到哪。他去锦州拍戏，这座城市的搜索量一夜暴增，冲至百度指数第一，一人带火一座城，此刻如此具象化。他的舞台被央视认可，他的作品被官媒点赞，他已经从顶级流量蜕变为一种正向的文化符号，个人魅力、过硬实力、作品口碑，这3者在他身上形成了完美的闭环。粉丝愿意等，观众愿意看，市场愿意压住，这才是可持续顶流的真正底气。7年时间，足以让多少顶流变成流星，而肖战用2025年再次证明流量可以长红，前提是你得有接得住流量的作品。数据可以断层，前提是你得真有让人不断搜索的价值。你可以红很久，前提是今天永远比昨天进步一点。它不是昙花一现的烟火，而是持续燃烧的火炬。在热搜速生速朽的今天，肖战的存在就像一句无声的宣言，真正的王者从不靠话题虚名，只靠实力扎根。2026年以来，山顶上的他还在向上。我一度很不理解，明星擦个汗而已，怎么就冲上热搜了？这世界真的有这么无聊吗？反复观看了这段视频之后，我的脑子突然就跳出一个假设，假设这个主持人在叫他名字的那个瞬间，他没有把这个纸巾塞回到口袋，而是很自然的一边擦汗一边笑着送出他的祝福。那这个片段他还会像现在这样被疯狂的传播吗？我的判断是大概率不会，因为那样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他好真实啊，他的状态很松弛呢，但是情绪顶多也就止步于此了，他不会触达更深的地方，也就很难引发更广泛的共鸣。那既然塞回去这个动作让我们这么的触动，它到底是按下了我们心里的哪个开关？首先，它是因为紧张然后显得可爱吗？显然不是。紧张的肢体语言它会伴随着这种手忙脚乱，或者是语言的卡顿，或者是肢体的僵硬。但是他呢，他的动作是很快，但是他不乱。他的手在这个衣兜里，甚至还尝试把那个纸巾再整理好，同时呢，他还可以微笑的，是吐字清晰的去完成他的祝福。这个展现的就是一种很得体的情境掌控力，而不是慌乱。那他把手缩回去，会不会只是为了去维持一个完美的公众形象呢？这个推测好像也站不住脚。如果纯粹是形象管理，那么他一边擦汗一边去送祝福，反而是更显得接地气，也更真实，并不会损害他的形象。所以驱动他的不像是一种计算好了的表现，更像是一种来不及伪装的条件反射。那么这个下意识的条件反射，它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击中了人心，让人们愿意主动去转发呢？这就涉及到一个奇妙的心理翻译过程。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他在擦汗和送祝福之间做了个选择，
但是我们大脑接收的时候，这个行为就被潜意识翻译成了另一套语言，在满足个人舒适和回应公众期待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动作传递给在场的粉丝，它的核心的信息是：我自己的事我可以往后推一下，但是你们此时此刻对我的期待和跟我的连接更值得我优先回应。也正是这个信息，瞬间就让人感受到了被看见、被尊重的温暖。那我们沿着这个本能再深挖一层的话，这种不假思索的选择，它折射出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格底色？它呈现给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感觉就是，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中心，但是他能体察他人的需求。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低自恋高共情啊。也正是拥有这样的人格底色的人，他的肢体语言才能在最细微的地方给我们传递一份这么确定的信息：我看见你们了，而且你们对我很重要。我们这个时代，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，而一个站在顶流位置的人，他没有居高临下的疏离，也没有理所当然的自我，他只是用了一个不加修饰的本能的动作，就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看见。原来能真正穿透屏幕直抵人心的，真的不是无可挑剔的完美人设，而是一个人灵魂深处那份藏不住的对他人的周全和敬意。其实我们很多人拼尽全力想要的，不过就是一份被优先看见的温柔。2026年不是刚开年吗？我们来解锁一下肖战战哥带来哪些高级珠宝，有杂志的，还有跨年晚会的，太多了。战哥带了一颗硕大的红宝碧玺的一个戒指，它是这种紫红色调的，所以叫做红到发紫，还带了一条 spaghetti 的切割的这种钻石套链，这个项链是240万。哇，240万，它能塞到硬里面，塞到硬里面去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战哥呢，他也是个非常敬业的一个人，戴珠宝就一定会是要这样子，去把这珠宝展示出来。宝石龙真的是没选错人。然后这一套你知道热搜名词叫什么？叫做肖战扭得我心花怒放，正好有一朵花，这是 GUCCI 的定制的套装，包括你看他戴了一个宝石龙的很日常的一个戒指，这个戒指几万块钱，但是呢，这个也是宝石龙的小爆款。周杰伦当时结婚的时候也是订的这个系列，然后包括战哥还有一套非常好，也是今年亮相的 L 的杂志封面，2026年的开年刊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胸针胡萝卜花，我是通过战哥戴这个胸针，我才知道原来胡萝卜会开花。别看那是碎钻，它钻石多也不便宜哦，335万，太灵气了，太细腻了，没有任何的小主饰，反而是它凸显整体性的一个审美。还有个常春藤钻石手环也非常好看，470万。而且你看像这个光阴之剑也超级帅，很利索，没有任何主饰。哇，这么好看。对于中国市场来讲，宝石龙的破缺肯定是有肖战很多的原因。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他的作品的级别在奢侈品牌里面，他已经往艺术珠宝的风格去走。你发现了吗？宝石龙很少用彩色宝石，它都是大白钻或者说白金，用了彩色宝石都像海蓝宝这种很清冽的，个别可能还会用珍珠，都是偏单色调偏冷色调。包括你看最近他出的那个大白金，那些花都是黑色去配白钻，它非常的孤傲，非常的冷冽，非常的与世无争。所以我觉得他跟肖战搭配非常非常的合适，他们两个气质特别像。肖战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无心去玩弄流量，但他本身成为了最大的顶流。他无心去营造所谓的人设，但他就是最完美的那样的一个状态。我跟肖战的认识就是他来拍我的杂志，当时还上了一个热搜，9号摩登肖战什么什么什么 APP 崩了，他当时已经非常火了，因为陈情令已经播完了，那肖战不跟你谈钱，不跟你谈出场费，来支持你，来帮你，就是因为觉得你的杂志内容做的还不错。然后呢，拍完之后他主动过来说，王老师辛苦了，加你个微信什么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们以后常聚常联系，就非常的舒服。最重要的是他走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跟大家鞠躬了，然后我们的同事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礼仪，然后最后你就变成大家互相鞠躬。我觉得镜头前跟镜头后为人一致的肖战肯定是帅哥，然后包括我2个月前跟他发信他秒回，所以我觉得肖战身上是一种干净又温暖的气质，就是你看似他冷冷的不怎么说话，但他其实是内心关照着所有的人，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纯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第一是值得我学习的，第二是我想要通过这个视频告诉大家，你们没有粉错人。